还在这儿，没去新公司面试？不会是没通过吧？哦，不是，我压根儿就没去。哎，对了，我想找一下中欧物流平台的资料，你能帮我吗？好的，没问题，你等一下，我重新装订一下就给你。重新装订。啊，得返工一下，之前排的顺序有点乱。高思聪，你最近有点反常啊！以前像这种琐事，你会觉得无关紧要吧？只有无关紧要的人，没有无关紧要的事儿。江经理，明天见。哎，思聪，到点了，可以走了。哦，你先下班吧，我还有东西没做完。必须的嘛！都给我干了！老公，哎，你好，你好。给你拿2瓶酒来。菲菲，你觉得这2瓶酒值多少钱啊7800吧。瞎说，我们吴总觉得他这2瓶酒值1个亿。这么贵的酒，谁敢喝啊？陆总，你朋友敞亮啊？可敞亮了！来，走一个！来，陆总来。来，陆总，陆总。哎，你顺手给我打个酱料啊！行，要什么？有底儿。哦，老陆，他就是你常说的那个垃圾经理。哼，没我帮他，他就是他烂泥。来，喝一个，干杯！哎呀，我吧，一看见你以后就没有食欲。有事你就说事儿，说完事儿以后啊，把单买了，然后你就可以走了。张哥，来，喝来。好吃。老陆，收购案的事，希望你再考虑一下，不要因为我就不做。来，这杯酒，我敬你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到底要怎么样？不是我想怎么样，是你想怎么样。喊停的是你，要做的又是你，我是你无可食的狗吗？好吧，算我。之前是我判断错误，现在麻烦你继续做这个案子，行吗？对不起，辉叔。对不起。你干啥？
你刚才说什么？嗯？我说对不起。哎，快点快点，再给鞠个躬吧。鞠一个。去。陆总啊，我这个人有个毛病，摇杆太直了，弯不下去。哎，收工啊，你还打算做吗？你问我当然不想做了。现在看来你也不太想做了，要不就算了吧，别做了。说到底，这是你的案子，你现在要放弃，我不会拦着你。不过你别忘了自己说的，3年300万，1个亿。材料我都备齐了，你爱做不做吧？师哥，邱总，北影院的资产评估报告，再复印一份。我知道吴总的内心依然无法接受这样的估值，可明知道是错的事，现在已经变得非走不可了。赶紧把案子交了，过了会，这事也就算了了。我先走了，你们接着弄吧。现在这样被动的局面，还有吴总所承受的痛苦，都是因为我的错误才导致的。哎，你干什么呢？不是说复印？哎，你想什么呢？得，这回完了。你赶紧拿着这些东西过来挨个拼吧，啊！你怎么不用这台新的碎石机啊？那个出来就成灰了，咱们就不用给那条赖皮狗在这拼这个了。这本身和您也没什么关系，反正您放着吧，我来就行。哎呀，走吧走吧，您走吧啊。
邱总。啊。你也别太晚了，早点回去休息。哎。喂，喂，乔乔，你知不知道这种天气最适合做点什么？喂，喂，思聪，干嘛呢？我加班呢，还加班？这不科学啊！混日子可打击不了别人，只能报复自己。是，你说的对。喂，小兰，干嘛呢？下班了吗？我想请你喝酒。不好意思，我这边还在加班呢，改天吧啊。醒啦？不是，先喝点水吧。你怎么不早点叫我呀？我是怕你累嘛，想让你多休息一会儿。我找那些碎纸啊，那儿呢，都给你搁那儿了。妈都给你拼好了。胖子，小子怎么回事啊？头一次迟到。昨天晚上我们把那个打的就不小心了。老吴，刚收到潘总通知，微影院收购案已经通过风控了。知道了，我们赶紧准备，争取在这周内上回。那就定在明天吧。明天这么快啊？啊，我看过收购案的材料了，已经很齐全了，不用再多做什么工作，赶紧过会定下来，下面好签约了。这个案子不光对4组来说很重要，上面给我们新业态的业绩压力也很大，尽快做成吧，别再节外生枝。
小陆，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哎，好了，王总。邱总，你现在谱挺大呀，即便是昨天晚上加班了，今天也不能迟到。别废话，怎么样？你看，这是陆总的房屋买卖违约金到账通知单，我在那个碎纸机里面发现的。300万，最奇怪的是这个日期，这是上周的单子，也就是说，他在把房子卖给刘云鹏之前，已经先拿到了一笔违约金，这也太奇怪了吧？那他既然付了违约金，为什么还要继续买这所房子呢？是啊，因为买房的人根本就没有要真买，陆思修要的就是这违约金。这300万是汇款，8、9不离十。但光靠这个当不了证据使。是啊，所以我才把你们俩叫上来，想商量一下。离明天投球会还有1天的时间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咱们也不能束手待毙。胖子，你去这家房产中介公司调查一下陆思修的房产交易详情，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证据。好，咱们俩回头重新检查一下陈梅营业的资料。来，走。所以，我让胖子去进一步调查了。有什么情况，会及时汇报给您。老吴啊，一旦查出问题来，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吧？这种丑闻公布于众，影响会很大呀。在文件上签过字的人，都会受到牵连。还不一定呢，王总。也许是我多虑了。能让你不可知怀疑的事儿，都是十拿9稳的。这一次应该也不例外。先生你好。你们上南路19号顶层的那套房源是在你们这儿吧？哦，对的对的。您好，请问需要什么服务？哎，我已经找人算过了，我的八字、星座、身高、体重跟这套房都特别合，钱不是问题。啊，主要是那个房主暂时没有要出售的打算。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吗？这个属于房主的个人隐私问题，就不方便透露给你了。那您方不方便告诉我，就是在这套房的交易过程中，已经支付过多少次违约金了？这就更不可能了。我们要是告诉您我们得吃官司。嗨，原来你看的是这套房啊？对，就是这套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套房我太熟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房东就是个奇葩。奇葩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知道，我们之前给他打过好几次电话，说要带人去看房，结果呢，人家直接给拒绝了，说什么只和他房天下合作，态度你这是不知道有多恶劣，嘴里骂骂咧咧。哎呀，你说这年头有他这样诚心卖房的人吗？哎，那现在这套房现在到底卖出去没有啊？房子，我给你查一下吧。哎呀，上南路19号。哦，这房子在网上挂了1年多了，到现在还没卖出去呢。哎，这怎么还有3次违约啊
3次违约了。嗯，那交易的是同一个人吗？哦，哎，奇了怪了，3次违约都是同一个人，你看持续赔款。哎呀，你说真有意思。哎，你说再赔个几次，是不是赶上房价了啊？哎呀，目前我能了解到的情况就这么多了。干得好，胖子，这就证明我的怀疑没有错。还差最后一个证据，刘云鹏跟陈梅影业到底有没有关系？得接着查刘云鹏的身份。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需要一个漂亮一点的女同志。蓝千亿，那蓝千亿行吗？不能是咱们公司的。我倒是还有个人选。这边，林经理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于谦。你好。该你了。这照着读啊？对。你先熟悉一下。哦，还挺多。嗯，可以了。预备。听说陈美最近要拍一个大型古装剧，名叫《漫天彩云传》，我想在里面演一个小角色。不行不行，你得再找找那个状态，就是那种状态。对，你还是再熟悉一下台词。哦，找找状态。哦，我懂你们意思了，再来一遍吧。预备。哥，听说陈美最近要拍一个大型古装剧，名叫《漫天彩云传》，名字都好听。我想在里面演一个小角色，宫女呀、丫鬟啊，什么都行。你看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？看你表现。看他表现。哎，那你不用看这个图了，我就表现一下。放心吧，刘总，这事儿我肯定不会让你白帮我的。要不咱们今晚约个地方，约个时间，好好聊聊。嗯。我就喜欢你这种直来直去的性格，咱们一会儿见。您放心，完事儿我会找机会带你去见我姐夫的。姐夫？问他姐夫是谁？那您姐夫是？我姐夫张科呀，陈美的副总。你的事儿就一句话的事儿。吴总，老吴，吴大头，琢磨什么呢？庆功宴获奖感言啊！哎，要不要我给你订个包房啊？谢谢啊。谢我干嘛？要谢你也得谢隔壁老王啊！我跟你说，他这一周可真没少跑，要不然你们能这么快签下来吗？哦，对啊。这已经给你们算到上个季度的业绩里边了，帮你们4组可是平了一个大坑啊！还没公布呢啊，别乱说。吴总电话，接一下。喂，师哥，
我们正想给你打电话呢。撤吧，别撤了。哎，为什么呀？我们怎么了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就说别让咱们往下查了。为什么呀？没说。那我们要不要先回去？可能他有其他考虑呢。不是有其他考虑，是有顾虑。我跟了之哥5、6年了，我认识的吴克之，绝对不会这么干的。如果我们现在停下来，以后他一定会后悔的。那我们还继续查吗？查。出了事我扛着。王总，我已经让他们别再查了，争取这周内把合约给落了。这事情就这样吧。为了公司，为了我们，你已经付出太多了。就这么一个人渣，不值得你也赔进去。查吧。到了这一步，你我都心知肚明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按程序来吧。程序正确也很重要。要不我直接主题问一下。潘总，这吴克之，他是为了排除异己，不分青红皂白就给我扣帽子。他就是这样的人，我都已经习惯了。但是，您怎么能相信他的话呢？我们也希望是个误会，所以才要尽快调查清楚，也好还你一个清白，不是吗？潘总啊，我绝对会全力配合调查。但是您得考虑一点，时间呢，是吧？陈美那边的人就没脾气吗？这个项目，板上钉钉，稳赚1个亿，双方利好的收购案，哎，就是因为吴克之阻挠，来回来去搞不定。要不是我在中间周旋的话，您觉得现在还能有金晨什么事儿吗？所以我觉得。已经通知陈美了，会面取消，项目暂停。这谁的命令？王总。出来一下行吗？
是不是疯了？项目都到这一步了，你还在找事情？我也不想走到这一步的。只要结果对大家好，又能有多大过错呢？现在无论是你，还是我，都没有判断对错的资格了。吴克志，你他妈是疯了，专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儿。你能得到什么？你想得到什么？我现在就给曲总打电话，你就可以去死了。我告诉他，就是你搞黄的并购，到时候不光是你，还有你手底下那帮小崽子都得跟着一块儿去死。他不会接的。根据这份资料，我们怀疑你通过多次出售房产，并以收取违约金的方式接受贿赂。潘董，注意你的用词，贿赂？我接受谁的贿赂了？我们怀疑是陈梅。来来回回，他还有没有点新的了？刘云鹏给我违约金，跟陈梅有什么关系呢？你别说是违约金了。就算他直接给我现金，那也是他个人的行为啊，谁管得了啊？我要的是证据，你们有吗？抱歉，我们来晚了。我姐夫张科呀，陈美的副总，你的事儿就一句话的事儿。吴克志，你毁了金晨对这个项目3年的热情和回报啊！相比公司1个亿的收入，我是拿个1000万算得了什么呢？没搞清楚自己的处境的是你。今天毁掉这项目的不是我们，而是你自己，把一个估值3个亿的项目贱卖成1个亿，你敢说你是为了公司吗？别再狡辩，再说下去侮辱的只有你自己。吴克志，我真不明白，你到底是图什么？你不会明白的。
郝帅是吗？是。怎么不上楼啊？上。你们去几楼？在你楼下。你们是？金针。老吴，过来。王总不会也被抓起来了吧？不会，王总又没受贿，也不是知情不报，抓他干什么呀？只不过，公司内部的处罚肯定的了，降职，或者分配到比较边缘的岗位。不过，遇到这种情况，大多数人会选择主动提出辞职的。谁都清楚，背上这种污点，不说断送了整个的职业生涯吧，但是在业内的话，基本没什么前途了。我现在到这一步，对您来说有什么好处？那我到底是有事儿没事儿？还不就是您一句话的事儿吗？那微影院到现在，你以为就是靠那创始人拿了金晨几百万就可以了吗？钱不可能自己生钱的。这3年你比我更清楚我为金晨付出了多少。金晨也是我的心血，不是吗？你是真打算见死不救了？当初我跟你说的话，你还记得吗？适可而止，量力而行。曲中辉，你别觉得你现在在这说2句屁话就能把你自己摘干净。当初，哪个当初啊？当初我给公司挣大钱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？当初你默认我进4组，你拿我当枪使，你怎么不说？你说呀。请进。你等着，曲明辉，我也等你玩完的那天。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人生负责。
哪怕是被当作棋子一样舍弃。所以，你与世界交手的这盘棋，到底是从哪一刻起转向了崩盘呢？很多必输的棋局不在于对手，而在于自己。不知不觉间，你早已落入了僵局，直到对手收官时才猛然惊醒，但却已为时已晚。这一路的灯火，用温暖的颜色安慰我疲惫的笑容。这一次放开进退的纠葛，留住星火就能做选择。名利场的规则是偷来的欢乐，我并没拥有戏谑的资格。直到夜深的时刻，无人牵扯，只留这世界与我长河。谁在世俗写的剧情之中用力演出着？谁在精致面具背后沉默冷眼看着？在恍然这一刻，终于明白泪水难得，又何必苦涩？谁在星火点的光芒之中努力燃烧着？谁在涅槃之后理解谁的活着？人生从此清澈，何必在乎无人记得？是偷来的欢乐，我并没拥有戏谑的资格。直到夜深的时刻，无人牵扯，只留这世